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这个视频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平时怎么样做米酒的。我之前也有在小视频里面跟大家分享过做那种甜酒酿，就小朋友也可以喝的不带酒精的甜酒酿。今天呢，跟大朋友分享一下带酒精的。如果平时你和我一样喜欢喝点小酒啊，米酒就是不是很好买到。那我刚开始做这个米酒，其实我做的是韩国风味的这个米酒，后来我就买它那个韩国的那个发酵的酒曲，那个东西呢，它是有点酸的，它跟我们中国的这个米酒味道还是不太一样。后来呢，我自己就研究琢磨，我自己认为口味不错的这个米酒的一个小方法。米酒呢，它其实比我们平时在这边酒店里买的这种葡萄酒啊，对我们女生更好。这个东西五谷为养嘛，这是从粮食里面发酵出来的粮食精啊，姐妹们，而且它的口味很好，口感很好，非常适合女生 party 啊。那我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两种，可以全部用糯米，或者是全部用平时我们吃饭的就普通的白米都是可以的。我的习惯是一半一半，因为糯米里面它的这个糖分比较多啊，它可能口味更好一点。这袋呢还是新的。再加平时吃的这个米饭。洗这个米酒的米呢，比我们要洗米饭哈，就蒸那个米饭的米要稍微多洗几道，让那个水啊尽量是清的。好了。我已经洗好米了，差不多跟蒸饭一样，就是你接够水就可以了，然后直接放在电饭煲里面蒸就好。在蒸米的时候呢，如果家里有矿泉水，就准备好矿泉水；如果没有矿泉水，就像我们家现在没有矿泉水，我就会烧一大锅水，把这锅水烧开，然后放在旁边放凉就行了。正好米蒸完之后啊，这个水也是这种温温的状态，就可以开始下一个步骤。我回来了，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因为昨天晚上搞得太晚，把这个事儿就给忘记了。然后这个米饭就一直在电饭煲里面，不过也还好，就是现在已经完全干掉跟完全冷掉了。我们要的就是冷。如果你要是刚蒸熟的这个饭哈，还是要把它给摊凉，找个面积比较大的地方摊凉，它很快就会凉下来。尽量让这个米呀米粒有一点点干巴的是最好的，因为这个时候你再把它放到这种酵母的水里面，它就可以吸饱水分。那我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这个一锅的米饭，还有昨天晚上烧了一锅的水，盖着盖子一直没有打开，所以已经放冷了，现在是正 perfect。如果你要没有这个水的话，就用瓶装的矿泉水就可以。我现在把这个原料分成两组，那一组呢，我就会用这个安琪的甜酒曲。这个甜酒曲啊，在 TNT 就可以买到，反正你在华人超市都可以轻松的买得到。然后呢，用这个呢，它是没有酒的，因为它里面是不带酵母，它只有一个梅根菌，所以它发酵完之后是一种甜甜的味道。当然了，酵母它其实存在我们万物当中，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空气中都是会有不同的酵母的，包括家里有植物啊，它都会存在不同的酵母，包括我们的水里面都会多少有一些酵母。这个东西呢，它如果要长期发酵的话它和酵母空气中的酵母结合，时间久了话也是会产生酒精的。这个准备好之后呢，这还要需要一个酵母，这个酵母就是我好像这个是应该是在 Costco 买的，就是我们平时做饭呢发面馒头这个酵母，这个酵母和这个就组成一组。那我平时用的最多的也是这一组，我觉得口感是最好。然后第二种呢，我就准备用这个也是安琪的黄酒高活性干酵母，它是在咱们国内专门做黄酒用的，已经把这个酵母放进去了，用的是1个茶匙 1 teaspoon 的。酵母，然后放到这个水里面，这个水不需要太多，一点点就行了，因为之后我们还要加水，先让它把它给激活。接下来呢，就是要把我们所有的器具就是消毒。我用的是这种缸子，这个缸子是我在这边的韩国超市 H Mart 里面买的，他们韩国人泡菜啊，这个本身这个酒也是韩国的嘛，这种东西比较多。我会把这个倒过来，放在这个煮开水的锅里面，让它蒸一蒸，就摸这个平底儿，差不多已经开始烫手了，这个时候就差不多了，就把它拿下来。包括你盛米饭的这种饭勺啊，还有一会儿搅拌的这个勺子啊和棍儿啊 whatever 什么东西，只要是要运用到这个米酒当中，都要用高温先把它消一下。我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一个蒸锅把它扣在上面，现在已经有水蒸气了，现在还刚刚放上去，下面底部还是冷的，你差不多等它底部摸上去发烫就可以了。大家聊一聊我是怎么想起来去做这个米酒的首先呢，我自己是一个比较爱喝酒的人，我觉得这个应该跟基因多少有一点关系。就是觉得这个酒这个东西嘛，
它不能解什么忧愁，但是它能给我们带来快乐。就比如说，看我的性格也知道，我肯定不会是喝闷酒的人。就是我喜欢喝酒，朋友聚在一起啊，甚至如果没有朋友来家里面，跟老公在一起哈，可以抒发情感的一个方式吧。当然了，不可以酗酒啊，就是你不能喝酒成瘾。包括我自己也是属于想起来时不时晚上炒菜的时候啊，做晚餐的时候啊，给自己倒一杯小酒喝一喝。那我喝的比较多的，比如说红酒啊、白酒啊，我说的白酒白葡萄酒哈，都是我很喜欢喝的。再加上一些 cider， 就是水果酒啊，果酒，在这边中华 BC 这边出苹果啊，出葡萄，所以这边的这种葡萄酒跟苹果酒就比较多，我喝这2种是最多的。那喝米酒呢，是因为在我知道一些中医的养生知识之后呢，我就觉得这个水果的酒啊，那你也不能把它1年4季就这么喝，心里面会觉得还是不如粮食酒养人，就这种感觉。后来我就开始喝这种韩国的米酒啊，我们这边也有卖韩国酒的，而且这个米酒的原料特别的简单，甚至就像咱们中国延边地区离韩国近的那些地方哈，他们都有就是自己家酿这个酒。朋友来聚会，提前几天就可以把这个酒给酿好了，它发酵时间只需要差不多2、3天就可以了，尤其是在温暖的地方，差不多就2、3天就可以喝了，就可以解馋了，知道吗？那黄酒其实也是大米制作的嘛，当然了，不可以以酒为浆，不可以把它当成解渴的水这样子，就是有瘾的这么去喝啊。但是时不时的去调节一下自己，每一天喝1小杯哈，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确实有好处，尤其是对女人非常的好。第一次做呢，正好有朋友来我们家吃饭，就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给我增添了很多我的自信心。后呢，我就没有间断过，只要家里没酒了，我就在家做。而且我发现，自从我做酒之后，我们家就是买酒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我现在不仅做米酒，我还做蜂蜜酒其实老外他们也有喝蜂蜜酒的习惯嘛，都是非常简单的。改天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视频中跟大家分享。你家里只要没酒了，然后又要来朋友，哇塞，这一招真的是太绝了，又好喝，大家又都很喜欢，真的是就不会缺酒啊，不会酒荒了哈。在家里面嘛，反正这个大米嘛，你的一袋也没有多少钱倒吃，即使失败1、2次也没有关系，失败是成功之母。但是我认为你今天就按照我的方法去做，应该是零失误，起码在我现在目前为止，我是零失误。米酒呢，可以帮着我们活络我们身上的这个气血的，它是可以给我们身上带来一定的动能的。那同时呢，它还可以帮助我们消化，它是有助于消化，因为它里面全部都是发酵产物。那我今天所做的酒全部都是原液，就是酒的原液，并不是经过这种高温蒸馏过的啊，全部都是这种发酵产物。所以在这一点上，它是富含益生菌的。就如果你的肠胃不好的话，随饭可以喝1杯，它是可以有助于我们肠胃的消化的。好，接下来这一步呢，就是把米装在这个罐子里面。这个米酒呢，它对皮肤特别好，就是它会是发皮肤的，对你的毛孔啊、细致毛孔啊，还有你整个的这个皮肤的状态，我建议如果你有黄褐斑啊，还有你皮肤粗糙哈，都是可以尝试一下的。我们现在先用第1种方法，我直接把昨天那个冷的开水，凉白开倒进去，倒的要莫过于这个米是稀的就行了。OK， 莫过于这个米。差不多这么多就可以了，没有关系。以我经验来看的话，多少都没有关系，你只要是能够把这个米打散就可以了。后呢，在发酵过程中是可以加水的。我们现在先放这个甜酒曲，放1袋，接下来是酵母。这个酵母一定不要放多，我一般就会放1 teaspoon， 1个茶匙。这些东西宁可少不要多，因为它自己随着发酵，它还会再长1茶匙。OK, that's it。你多放一点呢，酒精会更高一点，但是你多发酵一段时间，酒精一样会更高一点。把它搅一搅。韩国米酒呢，这个地方的时候可以再放一点麦芽，这就是干的麦芽粉，在韩国超市有卖的，国内应该是更容易找到的，就是干的麦芽粉。差不多比例1比1，或者是米饭多一点，麦芽少一点都没关系。把它搅散就行，让每个米饭都是散的。这盖子我也消过毒了，刚才。
之后呢，这个上面这个盖子不要拧紧，就稍微就这么盖上去就行了，让它是在有空气的可以进来的这样子的状态下发酵个2到3天。那这2、3天呢，你每一天把这个米饭搅一搅。如果你觉得这个水不够多哈，就比如说我今天就没有特别多的水，这个水不够，所以我就没特别多的水。你可以在第2天、第3天的时候再加一些水，但是那你就不要着急喝了，你可能放到第5天、第6天之后，或者1周之后再打开去喝就可以。下面我们来做黄酒曲这一波，那这个里面还有一点点麦芽。其实你放黄酒的话，它是不需要加这个麦芽的啊。我就剩这一点点，都把它倒进去了。水，刚才这个激活的，这个已经成这样子了，咱们倒进去。下面还有点糖，刚才放的糖水里面的糖都放到下面了，看看怎么样啊？这个是我第一次做，放一点点麦芽，看看它出酒的速度怎么样。因为麦芽我感觉出酒速度就会快一点。结块的米饭把它搅开就行了，也不需要搅太匀，因为过一段时间它自己吸的这个水分之后呢，它自己就散开了。所以也就是说，让你每天啊把它给搅一下就行了。这个不知道要发酵多久，自己可以观测一下。一般前几天的话，它是出糖分嘛，所以它是需要有一定的空气的。然后它糖分到一定程度之后，它才开始出酒精啊。那这个时候呢，最好就是无氧的情况下来发酵。你要找罐子的话哈，你不要把这个米啊怼得满满一罐子，发酵还是产生气体，所以要给它留有足够的空间，不然的话那个瓶子可能就容易裂掉。盖好了。你看，放在这里发酵，这个厨房的一个小角落，这个是带麦芽的，属于韩国式的米酒。然后这个是我们这个黄酒曲做的。那我们再过几天，下周看看它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样子吧。这个呢是我之前做的蜂蜜酒，它差不多已经有1个月的时间了。刚开始它是浑浊的，后来它慢慢就会越来越透明，越来越透明。这个时候就差不多了。而且刚才你看我拧开的时候，它是有气的。然后它下面不需要摇，它下面这些酵母啊这些东西啊，它就沉在下面。快一点点尝一尝，一口就行了，一小口。你听到了吗？它是有气的，很轻，很好。像这种酒哈，就是甜甜的，朋友来聚会了，自己又是自己酿的，又非常的干净，然后里面的东西就像咱们用这个蜂蜜，肯定都是尽量买好的蜂蜜嘛，这是特别好的一个饮品。蜂蜜哈，它酿成酒之后，它跟蜂蜜水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我之前也很 surprise， 就是蜂蜜酒跟蜂蜜水完全是 totally different 不同的两种饮料。那这个蜂蜜酒呢，它就没有一点点蜂蜜水的味道，它并不是甜的，当然它会有一点点干的味道，但它还是酒。我开始也以为这种蜂蜜酿出来的酒应该就像蜂蜜水里面带着酒精那种感觉，其实不是的，味道一点都不一样。真的味道不错。就这一小杯，我今天不能喝太多，我还要开车带我儿子出去，我喝2口就行了。下周酿好之后呢，我就一起跟大家来看一看，怎么样把这个酒过滤出来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我再替大家尝一尝味道怎么样。OK，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拜拜。